好，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吧。欢迎来到这一次的深入解析。在这个 AI 运算跟数位萤幕无所不在的时代，说真的，我们每天都在面对一种无形的威胁。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为何人工光正在摧毁你的深度睡眠？我们不只要谈论那种萤幕看太久会伤眼的老生常谈，我们要探讨的是一场确确实实正在你我身上发生的光学浩劫。人工光眼早就已经不再只是帮助我们看清世界的工具了，它实际上是一种超级危险的环境病原体，正在悄悄改写你的基因表达，并且毫不留情地剥夺你的深度睡眠。准备好一探究竟了吗？让我们开始吧。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对吧？明明已经在床上躺了整整8个小时，结果隔天早上醒来，哇，还是觉得慢性疲劳，脑袋像是一团浆糊，甚至整天都昏昏欲睡。你可能以为这只是追求高效生活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但真相其实是，问题根本不在于你的睡眠时间长度，而在于你的生物钟已经跟自然世界的日夜节律完全趋同步了。你想想，你在深夜吸收的那些冰冷荧幕光，正让你的交感神经紧绷到极点，这才是让你越睡越累的元凶。为了搞懂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得来点硬核科学，但别担心，这其实超级有趣。我们的生理时钟其实是受视网膜上一群被称为 IPRGCS 的非图像形成细胞所控制的。顾名思义，它们不负责让你看见眼前的影像，而是专门负责接收光线代码。这些细胞里面含有一种叫做黑视素的感光蛋白质，你可以把黑视素想象成大脑专属的日夜接收天线。当它接收到特定的光线波长，就会直接向大脑下达指令，决定你现在到底是该清醒还是该睡觉了。这也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市面上那些普通的抗蓝光眼镜，说真的根本没用。你看，市售那种透明微黄的抗蓝光眼镜，通常只能阻挡420奈米以下的光，但实际上呢，黑视素吸收的峰值是精确落在460到484奈米之间的。更令人震惊的是，哈佛大学的最新研究，他们证实了507到555奈米的绿光波段对夜间褪黑激素的抑制效应，居然跟纯蓝光一样强烈。这简直是个隐形杀手啊！也就是说，你平时戴的那些抗蓝光眼镜，完美的漏掉了真正会破坏你生物钟的核心有害光线。所以咯，我们必须扬弃那些无效的产品。普通的廉价眼镜对真正干扰睡眠的蓝绿光频段穿透率几乎是1%，根本是该防的完全不防。相反地，真正的生物骇客级镜片采用了一种叫做黑视素白昼滤过密度，也就是 MFDAT 大于或等于 1.0 的严格物理指标，而且它是基材吸收型的设计。这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在表面随便涂个镀膜，而是把专利分子直接融在镜片基材里面，把有害的蓝紫光转化为微弱热能耗散掉，这才是一面真正的物理盾牌。接下来进入下一个部分，细胞层级的隐形伤害。副标题是为何萤幕时间是环境病原体？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有多严重。想象一下这个我们每晚可能都在做的动作，关着灯，躺在床上滑手机。研究指出，在这种黑暗的房间里看着萤幕，380到450奈米的高能蓝紫光会让你的眼底产生比平常高出整整3倍的活性氧自由基。这早就不是单纯的眼睛疲劳而已了，这是对你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最直接的氧化损伤，甚至会加速黄斑部病变。你的细胞现在正承受着微观级别的轰炸。而这种生损会引发一个超级可怕的恶性循环。当夜间的光污染导致你的褪黑激素和多巴胺失调时，人体的能量工厂，也就是粒线体所产生的 ATP 能量就会显著减少。好，那没有了足够的能量会怎样？细胞膜上的主动转运泵就无法运作啦。接着就会导致你身体在夜间清除毒素跟重金属的能力跟着彻底失效。这就为什么许多对环境毒素敏感的临床患者，往往都伴随着严重的夜间萤幕暴露。
这完全是一个从光污染一路导致排毒失效的深层病理循环。知道了问题，当然要有解方。我们来到下一个主题：生物骇客的夜间控光协议。副标题：夺回你的昼夜节律。来看看该怎么做。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重建生理黑夜。步骤其实非常明确，在你预计入睡前1.5到2小时，强制戴上高阻断的琥珀色或者是深红色的睡眠专用镜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琥珀色能100%封锁400到490奈米的蓝光，而红色镜片更猛，能进一步封杀高达550奈米的高能绿光。当你切断了这些光线刺激，大脑的松果体就会觉得，黑夜降临了，随即开始无障碍地大量释放褪黑激素。而褪黑激素的大量释放会触发一个极度关键的生理开关，你的核心体温会因此迅速下降0.5到1.0度C。你可能会想，才不到1度。没错，千万别小看这不到1度的降温，这是启动人体深度睡意的绝对开关。临床已经证实了，这不仅能缩短你入睡的时间，更能大幅增加你前半夜的慢波深睡眠，以及后半夜的快速动眼期的长度与完整性。这才是真正高品质的恢复。那如果你是常需要跨时区旅行的人呢？时差的本质说穿了，就是你的内部时钟跟外部的光照不同步。这里有个超酷的操纵矩阵，如果你向东飞，你需要把生理钟往前拨，所以在抵达地的清晨，你要疯狂晒太阳，晚上则强制戴上红镜片并补充褪黑激素。反过来，如果是向西飞，抵达了清晨，你反而要戴上睡眠眼镜去阻挡强光，直到傍晚再借由阳光和富含优质蛋白质的大餐来同步你肝脏的器官时钟。透过这种精准控制光线和进食的方法，你能将适应时差的效率直接提升1倍以上。接下来是第3个协议，瘦素重设协议。这个不只跟睡眠有关，还跟你的新陈代谢甚至是体重息息相关。瘦素是掌控你饱腹感和能量代谢的关键激素。当你在日落后严格阻断蓝绿光，你可以有效防止夜间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异常飙升，这能修复下视丘的协调机制，避免产生瘦素抵抗。简单来说，夜间彻底的黑暗不仅能让你睡得香甜，还能拯救你的粒线体代谢率，让你远离那些顽固性的肥胖。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你打算开始实践这些协议，这里有几个全球生物骇客最推崇的控光品牌，你可以参考。像是 True Dark 的 Twilight 系列，他们透过脑波测试证实，能将大脑从亢奋的贝塔波引导至深睡的 Delta 波。Filter Optic 则是提供极致的高分子光学级镜片。另外，像 Bong Charge 更是拿到了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的严格认证。Orapic Optics 几乎是量子生物学家们公认的标准配备。选择真正的防护装备，绝对是打赢这场战役的第一步。好啦，今天我们彻底拆解了为何人工光破坏深度睡眠的真相，也分享了夺回生理节律的精准协议。当你不再被动地被萤幕光线绑架，而是开始主动操控你的光线环境时，你将会迎来生理机能的全面觉醒。白天拥抱阳光来激发多巴胺，夜晚戴上红镜片来保护褪黑激素。请记住这句话：掌控光线就是掌握你的生物代码。那么，为了在毫无干扰的深度睡眠中解锁你基因的极限潜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今晚你愿意为自己拉下数位的帷幕吗？希望这次的解析能为你的健康带来全新的启发。我们下次见。